现在这天气啊，每天都阴阴沉沉的，感觉是又热又潮。看今天这天气，可能晚上又会下场暴雨。Maxim， 现在天热的，连小马都不想出来了。过去我的小果园再看看，现在每天关心的就是松鼠又来了几次，又偷走了我几个桃子。Maxim 又来这儿尿尿了。这样也有好处，那些小动物闻到它的尿味儿，可能也有点威慑力。这棵树上的桃子我已经给摘走了一批了，现在还好，这2颗比较好的桃子还在呢，顶上的那颗大桃也还在，还没有被偷走。看来这几天松鼠可能是没有过来。不过这边低矮的枝头上，除了我摘走的，好像剩下的几颗是没有了。有可能被他们偷走了。这梨树上的梨是越长越大了。我之前搞了几个 T-pose 撑住，后来发现每一条枝可能都要撑。看这种枝也都垂下来了，这个枝也都垂下来了。这边呢，我实在是不想再用 T-pose 了，找了一个这种家里的木棍给插到土里，上边正好有一个分叉，架在这儿还挺合适的。看这上边结的梨。如果都长成大的亚洲梨，如果不撑的话，那肯定它受不了。看这边的枝，到时候也都得撑一下。这梨还真是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膨大。现在7月份、8月多、9月，估计到9月份就成熟了。看这上边孤零零的这个油桃，这几天也是膨大了不少。看，有一点点裂果，现在的水实在是太大了，几乎是天天的下雨。桑树算是长起来了，明年应该能结果了，刚好验证一下是不是那种特别好的那种长果桑。哎，豆豆，你也出来了？啊，哥哥也出来了。我说小马怎么突然跑了呢？原来是看见你们来了。2个小朋友回来之后，这小马也是特别的高兴。终于有人跟他一直的玩了。这 Maxim 也是跟我在一起，觉得可能是有点孤单，每天都比较沮丧。人多了之后就开心了。现在这小苹果也是开始膨大了。再来看看柿子树，这柿子是不是又掉了不少呀？看样子是，但是还剩了一些，这儿剩了1个，这边剩了3个，已经膨大起来了。然后我刚才看到这边一直没有发芽的枝也发出枝来了，然后还结了点柿子，这才是刚刚结了不久的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面的这些枝条开花结果这么晚，比刚才那一面的要晚了好几个礼拜。看看这一批的能不能长出来吧。我这边还有几棵盆栽的这个枣树。枣树我刚才看了看，上边这小枣也长起来了，应该看样子比我那地栽的那几个上面挂的枣好像还早一些。但是最终它是坐不住几个的，因为这小盆实在是有点太小了，而且经常忘记浇水，时间长了没浇水就有可能枣就掉了。今年这些果树呢，还算是吃上了一些桃子。那刚才的黄桃我摘回去，那些放屋里放2天。味道还是不错的，稍微有点点酸味儿，但是甜味儿挺浓的。像这水蜜桃，它是成熟比较晚的，没法摘回去，所以只能让它在树上再长长。但刚才说了，最近这暴雨不断呀，这1个月感觉不是天天在下雨，也有一半的时间在下。前几天呢，更是那种狂风加着暴雨，水在地上都流成河了。我后院这些果树吧，原本水果就不是很多，现在是，你看这随便看一个就裂果了，裂果，然后还有一些被暴风吹掉的，再加上被松鼠给偷走的，也是损失了不少。你看这个也是嘛，这果都裂了，上边的也是，再上边好像是有一些好的，这颗看这下边都是水太大了裂果。看这个枝条上的几颗，这还是很轻的，果子就已经裂口了。那个红的裂了好几道口子了。
你看翻过去看那一面也是裂的，所以真是没辙呀。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天灾了吧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雨水这么大，可能整个这个美国东岸地区今年都会受这种潮湿啊、暴雨影响。我估计周围的果园可能也会大量减产的。反正听说好多地方的果园产量今年都是下滑严重。你再看这种果子也是，这儿又裂了，这也是裂口的。如果他们种的商品的果园呢，这些基本上就完了，不可能再能销售了。像自己家里头种的这种呢，好一点的拿回去稍微片一片，应该还能吃，只要它不生虫、不生病菌，那就没问题。我这看起来现在还可以，但是品质也是严重下滑呀。看那个果子都没法看了。这边原本是有2颗特别好的桃子，前几天我过来看有一个掉在地上了，那肯定是松鼠给弄掉的。这一颗长得还是不错，仔细找了找，居然没有裂口。凡是越大的果子，长得越圆的这种，品质越好的，好像裂果越不严重。再瞧瞧蟠桃吧，这蟠桃原本裂果就严重。看这是流胶的，这个还没有裂。下边这颗还行。蟠桃好像受最近暴雨的影响倒没那么大，因为它裂果的，好像早期都已经裂掉了。哎呀，上边也是没几个品质好的蟠桃了。上边还有几个看着还可以，等等看它成熟的时候会怎么样吧。早知道蟠桃这么难种，哎，就不在家里边种蟠桃了。其实有很多好吃的桃子。总体上来看呢，我这蟠桃比这水蜜桃还要娇嫩，还要难种。主要是不容易做出果子，做出果子也容易裂，容易掉。这苹果我基本上已经放弃了，看这真菌感染的，也不是说没打药，主要是有机的这药效果本来就不大，再加上这3天2头的下雨，打完了之后没什么用。其实好多地方他们打那些化学药，这连续下雨，除非那种内吸性的，像接触式的这些药啊，长期下雨，这效果都是大打折扣，很可能再加上这潮湿的天气，控制不住这病菌的。估计弄得好的品质也是有下降。我又不愿意把我果园变成用药给喷出来的，哎，只能是这样了。看看最后上边能结几个好的就结几个好的吧，尽量以有机为主了。今年也是不抱希望。今年的果园的希望主要就寄托在这几颗亚洲梨上了。目前看还都不错，没有虫害，然后病害也是很轻，看不到。现在还是坚持有机的，主要是以喷苦楝油为主吧。看样子还可以，到受这个暴雨影响不那么大。其实说影响不大也不完全正确，因为它上边挂了好多果子，也是之前也是有好多裂果，裂的那些呢都已经被我给摘掉了。就是一边逛菜园的时候就顺手给它疏果摘掉了。其实这些上边的果子我每次过来都会疏掉几个的。你像这种的，这种有坑的，我基本上就给它摘掉了，因为上面挂的果子实在是太多了，因为所有的有缺陷的我就都不留它了。之前这棵上面也是，上边其实也挂了好多，但是上边的都裂了果了，然后裂过之后呢，就基本上没有办法再留了，只能摘掉扔掉了。我看我扔在地上的，看还有一些，这些地上呢可能是被虫子给啃掉的吧。看这还能看出来，它在上边裂果的时候就裂成这样，比刚才的桃子裂的要严重。后边别再老是下这么大的大雨了，如果老是下，那这梨上边的裂果的数量肯定也会在逐渐增加的。这边的桃子，我看看，顺手把这些低矮地方的桃子也给摘回去吧，否则的话让松鼠看见又没了。
除了我这果园的果子，种的那些菜，像是西红柿呀，还有甜瓜、西瓜，受这种暴雨影响也是挺大的。等一下过去看一下。Maxim， 等等我，走。这桑树啊，这一年长得是真快呀，这么大一大棵了，一边结果一边长树。我正在想，等这些果子都结完之后，我怎么样给它修一修呢？像这种伊利诺伊长青果桑，它因为结果周期特别的长，现在上面还有青的果子呢。哎呀，不过红的都被松鼠给偷了，看这儿还能找到。这还有这种青果子呢，所以要等它差不多结完果吧，再去修剪。我也不想像别人说的那样给它重剪了，稍微调整调整，把过密的还有直着向内生长的给它稍微的调一调，轻剪一下，然后冬天再修一下树形。这样的话，它长得再稍微的大一点儿，结更多的果子，兴许我们还能从松鼠或者是鸟那儿能剩下一些。因为我经常看到公园里边有那种长得比较大棵的野桑树，那上面好多好多的果子，你像那么多松鼠和鸟都没有吃完，所以看看以量取胜吧。你要是保护它，那太难了，这种大棵的。这棵山楂树，我周围是用西红柿的笼子给它保护起来的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被鹿把它给啃掉。因为之前有过特别惨痛的经验教训嘛。但是缺点呢，就是每次割草的时候割不到，不管是机器还是手持都很难。所以这些野草呢，就都长出来了，每次还得专门去处理一下，把这些笼子都拔起来，然后把周围的草都给它割干净，然后再给它插回来。春天的时候还是抱挺大希望，但现在又是不抱希望了。中途我离开1个多月休假，没有管，然后这真菌啊，像是这种锈病特别严重，现在果子都成这个样子了，大概90%多的果子都是这样，慢慢就干掉烂掉了。好在这山楂呢还能活着。你像是之前它小的时候，别说结果了，这山楂树的叶子如果不是及时处理，慢慢都会被这病害侵蚀，都会掉了。哦，看这是多明显的锈病，这真菌裹满了果子。就是这样，它叶子严重了，也上面都是这种橘黄色的斑点，然后就慢慢的枯掉、死掉、掉落了。这枝也是，如果感染之后，慢慢的也会很容易就折断，特别的脆。所以说呢，别的果树可能是为了保果子不受这种真菌啊、虫害影响，这山楂呢，在这个地区这种潮湿环境下，首先要保的是山楂树能活下来，然后才是上面的果子能保住。当时本来想说，干脆就用化学的药、杀菌剂给它定期的喷一喷，明年试一试吧。不行，早期果实的时候也用一次 Mancozeb 或者是 Captain 那些化学的杀菌剂，然后后边再用有机的来保持。来到大菜园里边了，这每次进来之后，第一眼看到这一片毛豆啊，心情一下就好了。看这豆荚，花基本上都已经长成豆荚了，然后慢慢看这些比之前大多了。每次过来呢，都是会膨大一些，但是现在豆子还没有鼓起来，下一步就等着这些豆子鼓起来，然后就可以摘毛豆煮来吃了。前面的这一片现在长得比较高的都是鲜食毛豆，味道比较好，个头也比较大的那种。后边有一些那种覆盖作物的毛豆，应该豆子比较小，吃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好吃，不是适合鲜食。看这个甜瓜，这甜瓜我回来有几周的时间了吧，从那么小的小不点儿被草盖住都要死掉了，现在一下子就爆发长起来了。这边到西瓜地了，看这野草啊，
之前专门的处理了一遍这些草，结果这才多长时间呀，又长成这样了。我看看这瓜，好像我感觉这瓜已经熟了，差不多了。刚才说受这种暴雨啊、潮湿影响，看主要是这种小瓜，看全都裂了嘛。这都是后边的希望，裂成这样就没办法了。早期膨大起来的呢还可以，它们受这种雨水的影响更小一些，可能承受力更大。这些都不熟。这边几个小瓜，目前看还没有裂。我也不想每一个都翻开看。哦，这儿，这个又裂了，你看。哎呀，扔一边去。有可能有些瓜你给它翻开看另外一面，也说不准会有裂口。昨天我摘了一个那个黄色的瓜，也是裂开了，裂了好几瓣，然后切开里边好的地方尝了尝，已经是有点甜了，但是没那么熟，所以我估计这黄瓜可能用不了多久就熟了。这种瓜好像被虫子咬过了，周围的草当时用割草机都给贴地面打掉了，你看现在这草又长这么高了。还得抓紧打一次，不然的话，这瓜蔓爬到这边，跟这些草缠在一起，那就没法处理了。哦，主要是想看看，哎呀，你看这个，这也是嘛。哎，这小瓜，看这个瓜，这个听声音，我觉得熟了，这个熟了。明天早晨或者什么时候过来摘。家里面还有一个瓜没吃完，吃完了之后就把它摘了。这种小不点明显是生瓜，这又是一个裂掉的。你看这个瓜长这么大了，太可惜了。这是那种青皮黄瓤瓜，能看出来，它里边的瓤是黄色的。这就当初给麦豆豆种，他们想吃黄瓤瓜，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些这种种子。再看这边，这个还不熟，但是我估计也快了。这个应该是那个大瓜的品种，这肯定还生的呢。还是很生的，这应该是能长挺大个。像这些都是中小瓜的品种，所以再膨大一些就差不多了。这一片瓜秧长得特别密的，都是那种大瓜的品种。这个上边有一些伤痕了，看不出来，有可能是虫子给咬过的痕迹。这种秧下边还是有不少瓜的，那里面还有。这边第3批、第2批，还有远处第1批的玉米，这生长的速度还有高度，确实是跟它们种植的时间关系很紧密的。这边这一片就是毛豆覆盖作物了，看再远点看看，方方正正的一大块。我明年可能多种一点这种毛豆覆盖作物，尤其是在果树中间，这东西呢，真的是能把杂草给抑制住啊！那杂草，你看边上这些杂草，然后它里边的杂草，最后都长不过它，被它给压在底下了。像这种最能长的，也没长过它。当然，前提是还是早期的时候做一次中耕除草。那样的话，可以帮它把别的草给抑制一下。我刚才看到这个豆甲虫来了，这是豆甲虫的幼虫。豆甲虫幼虫，哎，这不是，这个不是有豆甲虫，这个是。这种要喷多杀菌素了。你像这边我这些玉米已经结玉米穗了，这个时候最好也是喷一下多杀菌素，能有效的防那些玉米上的虫子的。哎，这黑莓又有熟的了，随便摘了一下，就摘了一小把。这边这四季豆也是啊，这受虫害影响挺重的，我必须得喷了，不能再等了。我等会儿就过来喷吧。
啊，有一些都已经被它这虫子给咬光了。看这玉米，这是一颗上边结了3个。我一般这种情况下就留着这3个了，其实它最后也是能长起来的。如果要让它长得大一些呢，可能像那种留2个效果会更好一些。不过如果是懒得去做太多的手工的活动的话，那就不管它了，无所谓的。它后边的那个长不起来就长得很小，但是前2个还是个头可以的。这边的这片四季豆也是受豆甲虫影响挺严重的，这明显长势一下就弱了呀。看来毛豆抗这虫子的能力还是强，这毛豆还是绿油油的一片，四季豆就不行。哎呀，这豆角也差不多该摘了。这都是豆角长太多了，然后坠下去了。刚刚从这儿过一个小飞虫飞到我眼里了，搞了半天，这眼还是不舒服。你说种果树呀，或者是种菜，就在自己后院，也是挺不容易的。像今年碰上这种暴雨连绵的天气，这也算是天灾了。这天灾就会让这种真菌呀、细菌感染也都严重，空气潮湿。就会诱发各种各样的病，所以这种潮湿的天气对于果树影响非常大，对于这种瓜果类也是影响很大，会减产。这受天气啊还有病害影响的同时呢，往往是虫害也会是更加猖獗和严重。所以哎呀，总之就是不太容易呀。看看这片的小冬瓜，这也是每次过来就感觉大了一大圈啊！看这叶子都已经盖到这一边了，这已经初见规模了。西红柿这边小西红柿，豆豆妹妹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摘了一批了，还是摘了不少的。现在看看还有没有红的，还有一点点。你看哦，那地上有一个。那边还有一点点红的，这就等下一批了。看这种就是明显的裂口，就是雨水太大的缘故。像西红柿呢，往年我是一些不管是这种大菜园啊，还是以前有棚的时候，棚里种的时候，几乎都是不用浇水的。棚里面会好一些，因为如果这西红柿现在要是在棚里的话，它就不会受这种天气老是下雨的影响，就不会裂果，可以非常好的控制它浇水。然后你控制它浇水呢，基本上像这种挂满果子了，几乎就不太用浇了，哪怕在棚里，除非是特别干，稍微浇一点点的小水。但是在户外呢，真是没办法呀。你比如说，可能今天晚上又会下雨，看着天还是阴阴沉沉的嘛，就是随时都有可能下雨。如果再下场雨，那又有一批西红柿可能又开裂了。这还是小番茄还好一些吧，像这个品种好一些。像那些三购的呀，还有某一些这种皮儿薄的西红柿，那这早就一个个全都裂开了。哎呦，刚说完，好一点，这好点也是有限。看看这个，这水大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希望这种少一些吧，但是如果它再下一场雨，那最终都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这老是下雨呢，枣树倒是省事儿了，不用我再人为老是浇水了。但问题是，枣树刚开始开花的时候，还有前期生长的时候，它属于旱季，它不下雨呀。再加上那会儿我又离开了，所以这枣树你看早期这叶子干的，真是没辙呀。要是有风调雨顺的地方啊，种这些植物该多好啊！可惜我们不是在那种地方，而且那种地方也是确实太少了。大番茄，哎呀，大番茄看看只能等是后一批这些果子了。你像我要是不是因为休假离开家错过了给他们最佳整治的时候，像这种分叉，我是不会让它长成这样的，肯定是一个主干上来，上边直接分成两干，
大概就是2干或者是3干，这样的话就是2干或者3干整枝了。但是这棵呢，像我回来之后把其他都打了，但这上面有一个很好的西红柿，又不能打它了，所以就暂时留下来了，就导致整枝整蔓晚了，那下边的果好多就坐不住。看上边还是挺多的，本来下边应该也是长成这个样子的，还好能抢救一下，还能有收获。这地里边还长了一些红苋菜，这野生的红苋菜。这更早的西红柿，这些红了，可以摘回去了。看这个，长得不怎么好，但上面的裂纹更明显嘛，也是水大的表现。这棵长得比较好，等会儿我回来再摘吧。现在手实在是拿不下了。这有一个掉在地上的，那2个长得也挺好。这没有及时搭笼子，放在笼子里边就坠到地上了。这些在笼子里边，这长得还可以。那边还有一棵，那边。这些西红柿应该是足够我们吃了，然后冷冻的量也都有了，再加上我们那边蓝莓地还有一大片的西红柿，虽然还没来得及搭架，但是看目前那产量应该还行，足够我们把冰柜冻满了。这些枣树我刚才又看了一下，上边的花儿倒还挺多，但是还是找不到那种明显膨大了的果子，再等等看吧。看看这边的葡萄，这又有一阵子都没过来打药了。这葡萄受这种雨水影响更严重。看上边这果，又是一大批的果子烂了。我回去再查查天气预报吧，还要确定不下雨的话，就喷一些苦楝油，或者我考虑喷一点铜皂杀杀菌。像刚才的豆角就是喷多杀菌素除除豆甲虫。果子倒是挺多，但是每一串上面都是有不少的烂果。这一棵看着还好一点点啊。看班衣腊蝉，这班衣腊蝉长这么大了，都长成花大姐了。这后边啊，这病害啊，如果能控制住，下边就该面对这些班衣腊蝉了。这班衣腊蝉。感觉任何有机的方式，除了手捉，任何有机方式对它们都没有效果。手捉，你像这种跳得特别快、特别远，根本捉不着它，很难的。像那种长翅膀的呢，可能还是有希望的，但是它会飞了呀。这一棵虽然不是烂果，但是上边感觉更严重的那种样子，一块一块的黑斑。这儿也有烂果。都是一样的真菌感染，像葡萄这种呢，确实是种在那种空气干燥的地方，可能会好上很多。然后外加上各种各样的除菌剂、化学的药来防虫、防真菌、防细菌的感染，再加上后边得套袋防水保护，可能只有这样才能种好。主要是要费好多的功夫，费好多的劳动力。万一是有事儿休假，或者是忙不过来，错过几次，那这些果就严重的感染。所以我是家里边后院大规模的，从家庭角度来算是大规模的种了菜呀，或者是种了这些果树之后，才能体会到那些专门种菜园呀，或者是种果园的商业化种植的也是挺不容易的。之前还想着我肯定是不会喷除草剂的，然后农药也不用。现在发现你也能理解那些商业种植它为什么要喷除草剂，为什么要喷大量的农药了。你如果不做的话，那真是这成本就白费了呀，最后颗粒无收，或者都是烂果次果，少得可怜。商品化成功的少得可怜，那就辛苦全都白费了。所以也不能苛责别人不去弄有机种植了。就现在也能体会到，所有有机的蔬菜
都很贵。然后有机的水果你在市面上几乎是很少能看到吧？如果万一看到之后呢，也是价格更高的。我感觉家庭种植蔬菜是能做到纯有机种植没问题，也就是辛苦点而已。但是种水果这些果树，估计只有极个别的品种可能能做到，其他的都没戏。尤其是想大规模种植有稳定的收成，那有机纯有机几乎是没有希望了。这边的这些西红柿，上面的果子，这边西红柿我就打算给它搭那种三脚架子，最后把它架起来了，不然的话上边的果子都浪费了。我看前边这儿都已经红了，像这种就得及时摘回去了。它这颗是倒在这黑色的防水防草布上了，还好像这边它倒在土上了，如果是下雨潮湿，很容易就被虫子给咬了。那边还有2个红的，还是得给它架起来，因为上边还有好几个梯队的西红柿要收获呢。我想因为菜园里边也没有那么多的树了，我想把这棵野桑树，看上面有好多的枝嘛，把它全都给剪掉，然后把这种小枝给它去除，留这种粗的枝，就可以用来搭三脚架了。估计怎么着也能给10几棵的西红柿处理一下吧。然后我再找找其他的树。刚才看到这儿有一个更红的西红柿，这个看着样子还不错，估计应该是挺好吃的。这种小红西红柿比刚才这个看着漂亮多了。其实这一片的西红柿，看那儿有2个，个头也是很不错，然后也挺规则的，前面还是有挺多的。看无花果整完枝之后，这果实膨胀的速度还是可以的。我还是没给它施10的肥呢，如果再施次肥，不用浇水了。本来想说施次肥浇次水，施次肥等下雨，然后这果实应该膨大的就会更快。黄瓜几乎每天都可以过来摘了。哎呀，这颗在地上，又没有手摘了，这可以摘回去。上边有，看这种小黄瓜，还挺多的，一批接一批的。这也是真菌感染又开始了，这种得喷一下铜皂。我把这批黄瓜摘完之后吧，喷一下铜皂，也就是有机溶剂。看这还有。现在不好的就是它这个黄瓜成熟太快了，我得先把一批摘完，然后争取喷完溶剂之后，能让它有点停下来的时间。因为那个溶剂虽然是说用的是铜皂那种有机溶剂，但是还是要间隔时间稍微长一点吧，这样会好一些。看这颗黄瓜，这个肯定是摘的时候没看见，这已经长成大胖子了。待会儿想着摘回去。西红柿又熟了一批，看这种蜂巢西红柿，这一串一串的。这边的蜂巢西红柿前天我才刚给摘完一批，这又是一大批都黄了，黄得太快了。这批西红柿呢没搭架子，都倒着的，所以看起来也没那么漂亮，但是数量确实挺多的。当时想着抢救一下，但还是菜园的活太多了，最终还没轮上它。我先把那批大西红柿争取能给它架上吧。看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那种 tomatillo， 就是姑娘果。我这菜园以前种过，但是已经去年没有野生出来，今年又野生出来一颗，它又可以作为一个种子的来源，又可以让我菜园明年能长出更多了。我这么扫了一眼看去，这西红柿可真多呀！这没整枝，反而产量更大了，就是摘起来太费劲儿，而且它招到地上呢，很容易就烂掉，所以黄了之后就必须得及时的摘。像这种，这必须得摘了。如果今天不摘，明天就有一批都烂掉。如果今天下雨，那就是烂一批，裂果裂一批，都浪费了。
我刚才看到这儿，这种西红柿又被什么啃了？这肯定是又是鹿过来了。我这地方是唯一的没有用这种铁丝网重新再围一遍的地方。你像果园呀，还有刚才的大菜园啊，都是有这种铁丝网再围一圈的。我菜园，我整个院子外边的篱笆，它是高度不太够，但是能防止鹿进，但是它要是想进，你是防不了的，所以他们会跳进来。哎呀，跳进来，如果再碰到那种铁丝网，可能进去概率就更低了。但是这些地方呢，还是会光顾一下。辣椒是，不管你雨水大呀，还是雨水小，还是干旱，感觉受影响都很小。不管怎么样，产量都会很大的。今天就先这样。我回去拿上盆子，把刚才要摘的这些西红柿呀、黄瓜之类的，再给它摘一摘吧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给打多杀菌素、打苦楝油之类的，防虫防菌了。这是刚刚的收获，摘回来一盆的菜，都已经放不下了。主要就是这种黄色的蜂巢小西红柿，这个味道特别的甜。等下给它洗了，就可以吃了。然后下边有几个大的西红柿，有的长得比较好，有的长得就是比较一般的。我不是等它特别红再摘，因为怕裂果就烂了。还有2根黄瓜，一根这种刺黄瓜，下边那个秋黄瓜被埋在底下了。这个秋黄瓜，辣椒我就摘了一小把，其实地里边辣椒好多好多呀。要是喜欢吃辣椒炒肉的，给摘点辣椒回来，那炒还行。我们中午吃了一次，我感觉我现在对辣椒的辣度已经有点忍受不了了。像长到这个样子或者这个样子，就已经是挺辣的了。炒肉吃还可以，但像我呢，现在吃这种小嫩的，这种稍微有点点辣味儿，还舒服一些。吃太辣的，这肠胃有点受不了了。可能还是年龄大了，少吃辣椒吧。明年可能就种那种不辣的，或者是就是真正有一点点微辣的了。西红柿也是不能多吃，因为这也是糖分挺高的，升血糖挺厉害。年轻的时候呢，没有园子，没有这么多的有机的蔬菜，这上了岁数了，有了之后又吃不了多少了，真是矛盾呢。现在就黄瓜还可以。黄瓜对减肥减脂身体没什么影响，其他的都得控制一下数量。看着大暴雨，真是说来就来呀！你说这种天气，用什么药能够保护这些果树不被虫子、真菌感染呢？真是一点招都没有啊！